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意在明年3月上旬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希望借此巩固日美军事合作，并提振其国内举步维艰的执政状况。近日公布的美日两国2024年度军事预算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穷兵黩武的防务政策也让两国财政都陷入了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多名日美关系消息人士25号透露，两国政府正在协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的事宜，日程考虑安排在2024年3月上旬。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美日两方协调官员将密切关注日本国会审议和政治形势，以及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日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终判断。若能实现，将是奥巴马任总统的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作为国宾访美以来的又一次。报道称，岸田届时将与拜登会谈，表达在经济安全、太空和网络等领域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的意愿。近半个月以来，受日本自民党派系违法筹集秘密经费的30多年来最大黑金丑闻持续发酵影响，数名自民党高层已经被迫辞职，岸田内阁不支持率创下该国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执政举步维艰。共同社的报道称，在此背景下，岸田政府十分希望在适当时候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以恢复内阁支持率。据悉，以国宾身份访问及国事访问，指的是一国元首接受另一国元首的邀请，对该国进行正式的外交访问，是两个国家间最高规格的外交交流，主要是讨论国与国之间的重大政策与计划，而非一般的琐碎事务。不同于正式访问与工作访问，国事访问的接待规格非常正式，完全按外交礼仪安排。通常会以正式的外交礼仪和典礼来迎接，如国宴、礼炮21响及检阅仪仗队等。拜登上台以来，先后接待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印度总理莫迪和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国事访问。观察指出，这样的安排显示了美方对印太战略的重视。但美方接待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国事访问，却迟迟没有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给外界以厚此薄彼的感觉。因此，在今年11月的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美方对日方发出邀请。目前，拜登和岸田在国内的支持率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两个人在各自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危机，我觉得还会继续。那么明年年初，岸田访问美国，那么他的目的的话，他有他的期望值。这个期望值呢，就是要进一步巩固日美的这种同盟关系，同时通过和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来获取一定的利益。那么这个的话，既符合拜登打造的这种地区同盟关系这样一个战略意图，同时也有利于日本在很多各个领域那么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值得警惕的是，岸田将访问美国消息传出的重要背景是，美日两国近日通过的明年国防预算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大量内容显示双方的军事部署进行了对表。日本2024年度预算案防卫费为7.9496万亿日元，约合558亿美元，相较前一年大增16%。美国总统拜登同日签署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也拨出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美日军事预算大涨也拿中国说事，日本去年底通过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首次称中国是日本迄今最大战略挑战。新财年防卫开支中重点投入西南诸岛，此外还放在了提升所谓反击能力和强化导弹防御网上，其中用于长距离导弹研发和配备的费用就高达7340亿日元。在强化导弹防御网上，日本将耗资3731亿日元购置2艘宙斯盾舰，分别将于2027和2028年开始服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岸田宣布将3月访问华盛顿消息的同日，日本国土交通省宣布将以代执行的方式完成冲绳边野古美军基地工程。据悉，这是普天间机场搬迁的最重要项目，但遭到了冲绳县当地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次岸田政府决定绕过冲绳县方面，直接推进工程建设，相当于为访美纳投名状。
美国2024年国防授权法也高度关注亚太地区，宣称为了对抗中国影响力，预算授权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提供147亿美元。近年来，美军部署的一大趋势就是逐渐从所谓第一岛链逐步撤离，转而强化第二岛链。其中，位于第二岛链核心的关岛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美军近年不断渲染称，解放军先进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对关岛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强化关岛的防御。五角大楼此前披露的所谓关岛防御计划就写明，美军将在关岛打造包括标准3、标准6、爱国者3和萨德等多种防空反导系统组合而成的防御系统，以此防御来自大国对手的导弹攻击。此外，美军近年来重新大举投资天宁岛机场，将其打造为关岛基地的备份，这也是天宁岛机场于2战后首次被大规模使用。美国为了围堵中国，正在打造火力圈战略。这火力圈战略呢，它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呢，有外围的、中线的和内圈3个部分。那么距离中国最近的就是日本，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内环。如果说这个内环打造的话，那么美国的中岛呢就要在日本的话呢实施部署。那么外环呢，那就是以关岛为中心，还有迪戈加西亚。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被纳入美国的导弹供应体系。日本政府22号修改武器出口规定，首次放松武器出口管制。此举将使日本能够向美国出售日本产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此前，美国授权日本三菱重工生产这一美国研发的武器，以巩固美日同盟。但这将是2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共同社援引一名执政党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这次武器出口计划是应美国方面要求制定的。有日本媒体分析称，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将补充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而美国则会将美国造的爱国者导弹弹药送往乌克兰。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本的防卫费用中有约合32亿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于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日本曾推出过国产下一代战机新神，但项目最终被宣布失败。外界认为新神验证机虎头蛇尾的原因是成本过高，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缺乏技术储备，因此与欧洲国家合作研发成为日本的新选择，也有助于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给采购美制 F-35隐身战机压价。不过，美日也强化了在无人作战飞机方面的研发合作。据悉，重点是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在判别对象、自动规划飞行路线以及情报搜集方面的能力。按照日本防卫省的预测，人工智能无人机的潜力比 F-35以及与英国、意大利合作研发的下一代战机的价值更大。美日的这个合作的话呢，它实际是美日军事合作的一个突破。它已经发展的话呢，瞄准未来的空中作战优势来进行合作。那么应该说，美日军事合作上了一个台阶。对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要高度的关注。不过，美日创纪录的军事预算也让两国面临越来越重的财政负担。日本内阁25号公布了国民经济年度核算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换算后为4.26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减少了约7700亿美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21位，这是自198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近日，日经新闻还报道称，日本 GDP 已经被德国超过。IMF 还预测印度也将于2026年超越日本。而日本内政危机难解，老龄化、少子化难以支撑防卫费方面大手大脚。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已占 GDP 的260%，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占比最高，已陷于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
而美国2024财年88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也几乎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总开支的一半，约占美国2024年 GDP 的3.2%，是和平年代占比最高的一年。军费的逐年上涨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有分析认为，只要美国政府不改变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为选票肆意增加福利的社会政策，债务激增的问题就无解。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明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日本媒体报道说，明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以国宾的身份访问美国。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也在协调明年对欧美的访问，为岸田文雄的国事访问进行准备。如果岸田文雄实现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将是2015年安倍晋三对美国国事访问之后，日本首相又一次对美国事访问。国事访问是首脑外交中最高级别的外交活动。美国总统安排的国事访问并不很多，这主要涉及到外交礼仪，并不一定要实现外交的突破。国事访问的安排也体现了美国外交的侧重点。拜登上台之后呢，邀请过马克龙进行国事访问，但并不见得美法之间建立了特殊关系，而是表达对法国的重视或者是拉拢。今年以来，亚太地区的多个国家领导人被代之以国宾。比较受关注的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当时也是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尹锡悦的国事访问被韩国媒体大肆的报道，以至于有韩国学者指出，韩国不要因为国事访问而忽视了韩国的国家利益。莫迪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是冲淡了当时印度主办的主场外交。在亚太地区的诸多盟友中，日本扮演的角色是比较特殊的。为什么在国事访问的议题上反而是比较靠后的位置呢？一个原因就是日美关系这几年是比较稳定，而且是日渐紧密。日本追随美国的战略，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头号盟国。在一系列的小多边外交中，日美领导人会面频繁，似乎并不需要国事访问来提振日美关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国事访问来拉拢亚太国家，比如对韩国的拉拢。在韩国与日本进行了历史性的和解之后，美日韩三边的安全合作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尹锡悦总统被给予国宾礼遇，也算是美国给韩国的奖赏和礼物。给予韩国国事访问而没有给日本，这的确会造成亲疏有别的态势。在11月旧金山的首脑会谈中，拜登邀请岸田文雄以国宾身份访美，双方协商要在明年较早时间进行，因为明年美国进入选举年，11月将进行大选投票，拜登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拼选举。另外呢，最近岸田内阁遭遇丑闻，支持率下滑，通过对美国事访问也可以提振一下岸田的人气。日本政府将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向美国出售爱国者导弹，以曲线方式向乌克兰提供军援。那您怎么看日方这一改变呢？整体来说，日本的军事战略不断的突破原有的限制，朝着所谓的正常国家不断迈进。借助一系列区域热点问题和危机，日本重新武装，介入区域和全球安全事务，摆脱战败国的身份。安倍时期，日本政府以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3原则，放宽日本武器出口的限制。俄乌冲突之后，日本修改了相关规定，日本向乌克兰输送防弹背心以及其他物资。此次日本再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实施方针，为日本出口攻击性武器打开了大门。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和战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尤其是美日共同推进印太战略，美国有意让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日本从安倍政府开始大力度的推进所谓的正常国家，解禁集体自卫权，向海外派兵以及出口武器。战后和平宪法的内容被虚化，岸田文雄政府更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日本的国防开支，到2027年达到 GDP 的2%。在美国战略收缩和调整的过程中，美国能够允许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前提是日本要在美国的轨道之下。从更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日美关系的基础是美国打败、占领并且改造日本，
日本成为美国主导的体系中的成员。最近10年来，日本在推动正常国家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也在触及日美关系的敏感神经，那就是美国占领时制定的和平宪法。日本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出售攻击性武器，它是日本战略和国家身份转变的象征。对日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观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日本追求所谓的正常国家也越来越到了一个临界点。